那我们继续来看混合式这一个课程设计及教学实施的第二个单元，如何设计混合式课程这样。好，那前面已经帮混合式学习或混合式课程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规范。那我们来看看课程怎么设计。这个课程设计是这样子，就是说在教育部的办法里头，它有相关的一个规范，就是说课程时数1/2以上，以远距方式进行的课程就叫做远距课程这样。那这个就有2-3种模式的一个规范，到底是一个小时内的时间呢，还是一个学期这样。那这2个都可以。那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这个在上面画的这个图有没有？就说比如说什么叫做 distant course， 那有人叫做 distant lectures。那这个所谓的叫 distant course 的意思是说 e-learning 的实施方式的时数大于 C-learning 的实施方式的话，就叫远距课程。那如果说传统的课程里头，就是说你上课，比如说老师可能有1-2节课，他就叫学生看线上的课程，然后呢那他事实上他并不是整个学习呢大部分一半以上是用远距的方式在做教学实施的话，那也就是说 C 的时数远大于这个 C 的1的时数的话，这种课程我们就叫做传统的一般的课程这样。那其实我刚刚使用远大，这个也不是非常 OK， 因为以前就有一些惯例，有些学校他们就说会把 C 的时数大于这个1的时数一点点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去跟教育部申请这一个远距课程的那一个报备，或者说相关的那些规定的那个要求这样。所以他们就让 C 的时数大于1一点点这样。那因为早期教育部要求比较严格，就是当你是远距课程的话，他会不定期会派人来跟你检查这样。好，所以原则上记得1的时数大于 C 的时数，我们就叫远距课程。那包括在上课也是一样，因为一般老师是不会这样干的，就是说你可能上课上这个2节课100分钟，你不可能100分钟有一部分的是用E-learning， 有一部分用 C-learning。那一般老师不会这样上，要他就到教室来，那 even 在教室来叫学生自己看课程也都可以。那也就到教室来就是C-learning 了。那我现在讲的大部分就是一个学期用那个这个2学分3学分的那个规范。那2学分的话是这个36节课，那3学分就是54节课。那过半用 E-learning 的方式实施的话，就叫远距课程。那这个是大略跟各位规范一下，那各位晓得这样就可以了。那一般我们就会很伤脑筋，比如说我这个常常参加教育部的那个认证课程的那个这个审查。那如果说他设计的 E-learning 的时数跟 C-learning 的时数很接近的话，那一般我们就会认为它不到地。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远距课程，就让 E 的时数要大于 C 的时数要很多这样子。好，那如果说你是 C-learning 的话，大概你就是面授的时数也尽量多一点点。所以这个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这样。那当然有些小细节也有机会在这个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再举更多的案例跟各位做分享。好，那这里就是说问题来了，就是说这一些远距课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比如说这个的话，我这边有个标题，它就是说，比如说这一个非同步的课程，非同步的课程的最大问题就是说学生的自我学习。那我在前面有讲过叫 self learning， 那这个自立学习英文叫做regulated learning， self-regulatory， 那其实也可以用 TED 这样一个过去分词的方式来当形容词。就是说学生在这个模式之下的自立学习一般都会比较有问题。所以有很多的研究学者在研究如何提升学生的自立学习的一个成效，自立学习的成效。那像刚刚我去开会的时候呢，深耕对我们中正的那个评估也是，你如何确认学生自主学习在线上的那个数位自主学习的那个成效评估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接下去要来动脑筋在这个答复教育部的一个question 这样。好，那第二种就是说同步这个 synchronous 的这个 learning。那这个以教导式的或
这个 group discussion 为主啊，就说它的优缺点就是老师还是会在上课一直教这样，所以一般我们是不这么建议，就是说想要办法呢教到一定的地步要跟学生互动，那学生互动也可以让他们自己讨论，那这个当然后面还会再有1-2个小单元来跟各位探讨怎么去经营这一个更多的这一个细节这样。那像说以前我们在学校对一些要送认证的老师还有更多的一个training courses 那让老师投入。那我们这一部分的话是让老师有一点素养那后续老师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再给你们更多的一个这个我们以前的经验的一个什么分享这样。好，那我这边就以一个以前我在教那个这个教育学院的那个这个在职专班线上在职专班的一个课程规划，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设计一门 ADDIE 的课程这样，要把它设计成是远距课程，那当然反过来你要让它不是远距课程，用反向思考就好了。那我现在就是以那个远距课程为主，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来设计，因为我要录课程嘛，所以我就要准备 digital content， 注意这里就是说 digital content 数位内容或者 digital material 这个那好，那因为我刚刚讲过说，当你要是一个远距课程，最好是1远大于 C， 所以我当初就设计成30个小时，而且这个30个小时我一般设计是怎样把它设计成是这一个非同步的教材，让它可以自主学习自我学习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当初在规范的，所以因此我就设计成这样，就是说 self learning 的这个 content那大概有2部分，part 1有7个小时是数位教材的一个设计概论，那还有呢接下去这有那么多个小时所以大概 total 也还有大概20几个小时，就是主要是数位教材的开发ADDIE 就是分析设计发展建制跟评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等于3小时那你可以这样14小时就17再加上这一个是20多这样所以这个中间的课程当然就是你还可以再设计更多的一个那这里的做法就是说在设计课程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到底我们用60分钟来设计呢，还是50分钟来设计？如果我用50分钟设计来看这里的话，我有大概有30节课。那如果1个小时来看的话，大概稍微不够。所以这个 hour 一般我还是建议老师们要用一个 lecture 或一个 lesson 的50分钟来规划比较好，因为这个在比较符合正规的那个正常的学习。但是有时候在表现这个数位教材的话，那很多专家一看到都是用 hour 来看。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迷思所以总结的话，我认为就是各位还是要用节来看，因为30节的话差10分钟就差300分钟，那差300分钟的话，对一个开发数位教材的老师来讲，那是很大的负担，非常大的负担这样那这边就给各位的一个经验分享那好，那这种授课的话，我怎么去规划呢？比如说假设这不是假设，这是真正的3学分的课程，所以有54节课，所以等于第1周面授这个面授的话就是 face to face 就是 C learning， 那2到9周的话是 online online 有没有？那第10周是到学校面授，这是 C learning 然后呢11周到第17周的话这个也是 online learning， 那第18周是这一个怎么样这个是到期末来考试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C learning。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学校设计的话，因为要跟师生多一点回到学校来，大概都会设计到4周要到学校来，也就是说会有这一个4周是这个面授那当然更细的规划那就看学校的规定，或者说老师设计上的一个模式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课程的一个规范这样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所以整个的我做一个结论所以那等于是说又有同步又有非同步，那其实我刚刚里面的课程也有很多是要包含这一个同步跟非同步那你们就可以细算一下，像说我已经扣到3节课是这一个怎么样这个你还可以我们还可以回去再简单看一下，比如说我就设计成30节课是非这个同步课程那有9节课是C learning， 那当然中间就有15节课要满足，再加上那个30再加上9才会54，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还要再设计
5节课是线上的同步课程那因为我这个在这边只是先做一个抛砖引玉，那详细的规划设计那个这个当然每一个老师要去申请远距课程的时候呢，可以找我们来帮你们辅导一下这样那怎么去设计一个完整的18周的一个课程活动好，那在这个单元结束的时候呢，我再做一些简单的这个经验分享比如说混合式教学方式是资讯融入教学的最佳方式，你不能够纯 C 就传统的嘛，也不能够纯同步或纯非同步这样所以可以呢因地制宜让让师生可以面对面及线上学习，达到全方位的教学的一个机制所以这个还蛮不错的一个过程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1/2时数在线上的远距方式有其方便性跟不便性什么意思？比如说你1/2的方便性就是说它可以 learning everywhere 无所不在的学习，可是另外的1/2 minus 它还是要到学校来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必须到校。若住在外地或离岛，那像说我们的那个教育学院的那个在职专班像以前我就指导过一个学生，他家是住在这个花莲一个女老师一个小学老师，那他就是礼拜5就要先要到中正来那因为我们课都是礼拜6嘛就是说有面授的话他就大老远要先跑来所以那还有我们有一些同学是住在澎湖跟金门的，那也是非常麻烦。那是不是可以全面变成是面授？当然也是可以变成是线上学习当然也可以啦，只是说这样的话就刚刚讲过说师生针对 face to face 见面机会就不多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允许他们在4次回来学校面授，可能会有1次到2次可以请假这样所以这个各种不同的机制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远距课程线上学习的部分呢，必须注意它的学习品质。为什么？因为非同步的部分就是说在制作数位教材的过程里面的话，老师非常耗时间所以它的品质的控管，那还有学生端他的 self-regulated learning 到底他有没有专注的一个学习专注的学习这样那甚至讨论区的经营，如何引导学生上来这个认真讨论，这个都是一个大问题那再来看看我们的同步，所以真正同步的部分跟非同步都有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同步，就像说以前我碰过，我辅导过几个学校，他说奇怪，每次同步上课的时候，一上来都鸦雀无声，那我好像都跟在教室上课一样，都是老师在那碎碎念，也就是说你没有设计线上经营的方式，没有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发言，那没有设计如何有些个案讨论，让学生在同步的环境也可以一组一组的讨论，那讨论完让他们报告那这些细节部呢，后面呢我再来跟各位再做1-2个小单元的一个更细的做说明这样那像以前我的每一个部我都会再录成1节，那1节的话就可以至少会扩大到1个小时那因为时间有限我在这边就先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把这些多元教学全部跟各位做说明那让各位的学习负担也不要太重所以这个就是设计这个课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由好，那最后也是一样那各位还是一样发挥一下，就是说把你们在C learning教学里面有常用的2个教学活动哪一个活动挤出来，那还有在同步的时候有哪些教学活动，还有非同步有哪些教学活动，那给各位呢出了一个小小的这个homework 跟 exercise 那让大家呢能够热身了解一下整个在教学里面的一个过程这样好，那我们呢就这个单元呢就先到这边结束这样